早听闻在贵州狮饼的深山里住着一户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家，但这可能是我们做过最怀疑人生的一次探访。这里没有路标，没有参照物， GPS 完全失灵，我们就像闯入了一个巨大的绿色迷宫，每一步都在怀疑，这样的深山里真的有人居住吗？他们被几十公里的原始森林环绕，没有邻居，没有公路，甚至没有信号。三座木结构老屋，屋顶覆着青瓦，门前晒着农作物，一片整齐的农田，周围是青山绿水，像极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我们现在呢，就去寻找这处隐居人家。这里是属于马溪乡王家坪村，可以看到这里呢，它是比较偏僻的哈。我们现在需要找到能走到桃花源的步道，看看有没有小路走进去。一般肯定是会有的，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立星河图，我是三立。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贵州狮饼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深山里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0.36%，但是呢几乎路都全是无人踏足的原始状态。为了找到我们无人机看到的那户独居人家啦，已经在山里转了好几个小时。我去看看这里有没有路走过去。应该有路进去的呀，不是说走几个小时就可以到吗？就前面好像没路了。这边这条小路不知道能不能走过去。感觉有点悬耶，前面又好像看不到路了。哇，这里也是一片杂草丛生啊，完全看不到路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无人机可以去到那里，但是我们人呢却找不到进去的路。这里呢，几乎都是有很多稀少的原始树木，我们见都没见过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的这些山里呢，是真的完全找不到路了。你看这里一条小路，但是前面呢却是杂草丛生，全都被一些绿植给覆盖了，完全没有前面的道路。我们开车的时候路过马路了，那里也有一条山路进去，那里是一条小溪。问了当地的村里人说啦，那条路之前是有的，后来是被洪水给冲掉了。看这个路呢，它前面是从中间断开的，应该是被水冲垮了。看这路哪里还走得了？前面已经变成森林了。这里呢背靠佛顶山，是自然保护区，山里呢有很多珍稀的动植物，比如柴呀、豹啊、宁麝、红豆杉等。10几年前呢，这里还有野牛。我用无人机飞到那户独居人家的位置呢，显示是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只有5公里，但是我就一直找不到路啊，因为这旁边也没什么人家，就找不到人问路。离这里最近的一户人家，人家也不知道怎么走，说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。从无人机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里呢确确实实是有人居住的，还在干着农活呢。门前呢有自己开垦的土地，还有鱼塘，种蔬菜稻谷，还可以养猪。看它电呢用的应该是太阳能板。住在这里什么都有了，吃绿色食品不受别人管，自给自足，没有花销。
播种、收割、挑水、砍柴，这些维持生存的劳作呢，填满了他们的每一天。他们没有老板，没有 KPI， 他们的回报呢，就是眼前这片青山绿水活下去的资本。其实这样的生活是你们会喜欢的吗？大家现在呢，一定跟我有同样的疑问。第一呢，他们是怎么出门的？在这种连路都没有的地方，他们每一次进城是不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？因为我们开车几个小时过来的路上都没有遇到急事，而且十里八乡连诊所也没有遇到。你说万一生病了，或者被毒虫蛇蚁咬伤怎么办呀？据说这个山上大部分都是毒蛇哦，比如说眼镜蛇呀、五步蛇呀。还有一点啊，你们说他们住在这里面会不会孤独啊？一年到头除了彼此，可能再也见不到第三张面孔了，多么极致的寂静呀！我们最终呢没有去打扰他们，或许无法抵达，本身就是这个故事最好的结局。这户隐居在深山里的独居人家呢，他们用他们最极致的选择给我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。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把生活剥离到最本质的样子啦，其实要的也并不多，一户一地一双人，和对自然最纯粹的依赖与敬畏，这何尝不是我们现在人无法想象的浪漫与自由呢？你愿意为了这份自由放弃你现在的生活吗？评论区呢分享你的想法。你们看看，这里还有一些树莓。好小啊，纯野生的，尝一下。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猜一下他们的故事，点赞最高的呢，下一期我将带着你们的猜想出发。我是 Sunny，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这期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